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万物智慧，我是张千代。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个话题，关乎你身体里一个沉默却至关重要的器官，它直接决定了你的生活质量，甚至寿命长短。你可能觉得我又在危言耸听，但请你一定耐心听完，因为它关系到你未来几十年是精神矍铄的享受生活，还是每天与药罐子、医院为伴。很多人啊，特别是上了点年纪，或者觉得自己还年轻力壮的朋友，对吃这件事特别放松，尤其是对那些琳琅满目、香甜可口的糕点零食，完全没有抵抗力，觉得人生苦短，吃点甜的怎么了？我就这么点爱好，还能出多大问题？这种想法真的太普遍了，几乎10个注重健康的人里，有8个在糕点面前都会败下阵来。但今天我张千代就要给你敲一记重重的警钟，让你清醒，就在你心满意足，甚至带着些许幸福感品尝这些美味糕点的时候，一场针对你体内幕后总指挥胰脏的慢性摧毁，可能已经悄无声息地开始了。你什么时候会真正尝到苦果呢？往往就是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下一次单位体检报告出来，医生皱着眉找你谈话，或者某天你突然感觉视力模糊，脚底发麻，伤口总也不爱愈合的时候，那个场景多可怕。你一直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顶多是体检单上的血糖值每年箭头往上挪一点点，医生说注意观察，你也从没当真。直到有一天你拿到报告，空腹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的数值后面跟着一个明确的诊断，2型糖尿病。你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拿着报告单的手都有点抖。你坐在医生对面，听着他用平实但严肃的语气告诉你接下来可能要面临什么，终身服药或者打胰岛素，要严格控制饮食，以前爱吃的很多东西从此绝缘，要提防各种并发症，眼睛、肾脏、脚、心血管，每一个词都像一把小锤子敲在你的心上。这时候你才猛地回想起过去这些年，自己早餐那片抹满果酱的吐司，下午茶那块精致的奶油蛋糕，加班时随手填肚子的蛋黄派，孩子孝敬的无糖蛋酥的掉渣的曲奇，它们好像都变成了此刻报告单上那些冰冷数字的注脚。这绝不是我张千代在这里凭空吓唬大家，因为不当饮食，尤其是长期摄入不健康的糕点，导致胰脏功能提前衰退，胰岛素抵抗加剧，最终引爆糖尿病的案例，在医院的诊室里，每天每时每刻都在真实的发生着。只是很多人确诊后忙于控糖治病，无暇他顾，所以你不会在朋友圈里天天看到，但内分泌科的医生和营养师们每年都不知道要接诊多少为这样悔不当初的患者。所以今天这期内容我会把它掰开了揉碎了，讲得非常透彻。哪怕你现在觉得自己代谢能力超强，吃啥都不胖，血糖也还好，我也恳请你一定要看完，因为这里面的伤害机制是累积性和隐蔽性的，多到连很多自诩注重养生的人都一不小心就栽了进去，追悔莫及。那么这一切的背后，那个让美味糕点变成健康杀手的核心生理机制到底是什么呢？它就是胰脏的过度劳累与功能耗竭。我知道关于糖和脂肪的危害，大家耳朵都听出茧子了，但是请听清楚，张千代告诉你，有一个最根本最核心的生理规律，从人体构造确定以来到现在乃至未来，从来都没有变过，而且将来也不会变，那就是你身体里的胰脏，这个同时负责分泌消化酶和关键激素胰岛素的器官，它的工作能力和寿命是有限的。它就像一台设计精良但无法更换核心部件的发动机。你想想这个逻辑很简单，健康身体的基础在于各个器官的平衡与协调，胰脏分泌胰岛素，就像消防队出动灭火，目的是把血液里多余的葡萄糖安全送进细胞里当能量。你偶尔吃块糕点，血糖升高，胰脏派出消防队来处理，这是它的正常工作。
但你长期大量的摄入那些极易引起血糖剧烈波动的糕点，就相当于不断在你的血液里纵火，迫使胰脏的消防队疲于奔命，24小时高强度加班。久而久之，消防队员累垮了，或者细胞对消防队员的呼唤反应迟钝了，那么这场火就会失去控制，蔓延开来，烧伤全身的血管和神经。这就是所有问题的总根源。说到这儿，我必须要把几个关键概念给大家彻底厘清，因为很多朋友，甚至包括一些已经开始控制饮食的朋友，在这个问题上都是一笔糊涂账，非常危险。日常咨询里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张千代，我不爱吃甜的，是不是就安全了？我吃的是无糖糕点，用的是植物奶油，是不是就对胰脏没负担了？这种一刀切或只看标签的理解，非但对解决问题没有帮助，反而会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持续受害。正确的做法是，我们需要把市面上那些看似无害，实则伤身的糕点大致分成3大类来看。这3类糕点从不同角度攻击你的胰脏，带来的伤害是叠加的，直接决定了你的胰脏是平稳工作到老，还是提前报废。第一类是糖分炸弹型糕点，这类糕点我称之为明枪，是直接的高压线，你吃的时候舌尖有多快乐，胰脏就有多崩溃。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各种精致糖霜蛋糕、甜甜圈、果酱馅饼、蜂蜜蛋糕，大部分的中式甜点。为什么说它们是明枪？因为它们的升糖指数极高，含有大量精致白糖、果葡糖浆等，这些糖分子小，进入肠道后几乎不需要消化，就像洪水开闸一样瞬间冲进血液，导致血糖浓度飙升。你的胰脏必须像接到紧急警报一样超量快速地分泌胰岛素来应对这场糖潮。这种过山车式的血糖波动，每一次都是对胰脏调节功能的极限施压。长期如此，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胰岛素抵抗，细胞对胰岛素不敏感了，胰脏只好分泌更多胰岛素才能达到原来的降糖效果，陷入恶性循环，直到胰脏彻底衰竭，无法分泌足够的胰岛素。第二类是脂肪陷阱型糕点，这也是大家最纠结、最容易中招的重灾区。比如我们常吃的各类起酥点心，用大量黄油或人造黄油制作的饼干、曲奇、派皮，以及各种奶油夹心蛋糕。很多人觉得我吃的不甜啊，是咸口的或者黄油香的，应该没事吧？大错特错。目前的科学研究已经非常明确，过量的脂肪，尤其是反式脂肪酸和饱和脂肪，对胰脏和胰岛素抵抗的伤害，可能比糖还要隐蔽和深远。它们是如何作恶的呢？当大量脂肪涌入血液，特别是当它们和碳水化合物一起被吃下去时，会产生一种叫脂毒性的状态。过多的脂肪会沉积在肌肉、肝脏甚至胰脏的胰岛细胞里，直接干扰胰岛素的信号传递，加重胰岛素抵抗。很多朋友胰脏出问题，血糖失控，根本原因往往不在于他们视甜如命，而在于他们长期掉入了混合型糕点的陷阱。什么叫做混合型陷阱？我给你拆解几个活生生的，每天都在发生的例子，你就明白了。比如说的3类复合刺客型糕点，它结合了前2者的所有优点，杀伤力最大。你以为你吃的是方便早餐或健康零食，但在你的身体和胰脏看来，这是一场成分复杂的冲击组合。快速糖分让血糖上升，大量不健康脂肪加剧胰岛素抵抗和身体炎症，而精致碳水和添加剂则让身体的代谢系统负担加重。你省了时间，满足了味蕾，对吧？但在医生和营养学家眼里，这就是长期逐渐影响代谢健康的不利选择。现在的医学研究对人体代谢网络的认知程度已经远超你的想象。你以为血糖、血脂、炎症因子、内脏脂肪这些指标是各自独立的吗？事实并非如此。当你长期摄入这些不健康糕点，你的身体内部正在发生一场静默的变化。你的胰脏就像那个在风暴中心努力划桨的水手，试图稳住小船。但与此同时，
肝脏因为要处理过多的糖和脂肪，开始变得脂肪堆积，这又进一步加剧了胰岛素抵抗。你的血管内壁在高血糖和炎症因子的影响下变得不平整，你的脂肪细胞在不断变大，分泌更多导致炎症和抵抗的物质。所有这些系统都通过激素和信号分子紧密相连。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体检报告上，也许你的空腹血糖只是临近参考值，但你的甘油三酯偏高，尿酸偏高， B 超提示轻度脂肪肝，腰围超过标准。这个整体性的、明显的代谢紊乱图谱，瞬间就会让有经验的医生警觉起来。这绝对不是单一问题，而是典型的代谢综合征早期表现。而它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就是长期不合理的饮食结构，尤其是高糖高脂的精加工糕点摄入。这时候说你正在影响自己的胰脏和代谢健康，可以说是依据充分，有理有据。一旦从偶尔品尝的饮食行为转变为日常依赖，事情的性质就彻底变了。这不再仅仅是一个关于会不会得糖尿病的可能性问题，而是上升到了全身系统性影响和生命质量的层面。在现代医学中，胰岛素抵抗是众多慢性情况的共同基础。一个被认定有严重胰岛素抵抗和代谢问题的人，身体的衰老速度和健康风险可能会增加。因此，内分泌科医生和健康管理机构完全有依据向你发出重要的提醒，需要及时调整饮食结构，尤其是减少那些不健康糕点的摄入。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偶尔极少量的品尝一点品质较好的糕点，或许身体还能处理，但把那些高糖、高脂、高添加剂的糕点当作日常饮食的一部分，那是不利于健康的选择。一旦代谢系统受到影响，形成健康问题，调整起来可能需要更多努力。在有效的干预手段也主要着重于管理，较难完全回到从前。说到这里，我想请大家真的停下来喝口水，仔细想一想自己的饮食习惯，也想一想你身边亲友的饮食习惯。如果你觉得这些内容像一盏灯，照亮了你以前从未注意到的饮食方面，能帮你或者你的家人、朋友避开这些不健康的陷阱，那么请不要吝啬你的手指，帮我点一个赞，让这个内容可以被更多人看到。也真心希望你能把它转发出去，分享到你的家庭群、朋友群。你分享的这个小小动作，可能就是在关键时候提醒了别人，帮他们避免了未来一场健康困扰、生活质量下降的可能。同时也恳请大家关注我们万物智慧的频道，我会一直在这里为大家持续输出这种真实、贴近生活，也关乎切身利益的健康知识。好了，我们收拾心情，继续往下看。还有一个极其关键却常常被完全忽略的隐藏因素，它直接增加了糕点的潜在影响，那就是代糖和零卡糖带来的安全感错觉。很多朋友有一种常见的误解，认为我吃的是用代糖做的蛋糕、点心，不影响血糖，所以可以放心吃。这种想法在身体机能层面是存在隐患的。根据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前沿研究和实际观察，如果你长期大量的摄入各种人工代糖或天然代糖制作的无糖糕点，你的身体和大脑可能会发生一些微妙但重要的变化。这句话的分量不轻，我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如果你只是极少量偶尔食用代糖食品，作为减少真糖的过渡，身体或许还能适应，但是一旦你把无糖糕点当作日常解馋的随意选择，不加限制的食用，你的身体就会产生困惑。你的舌头尝到了强烈的甜味，信号传到大脑，有大量甜味进来，大脑于是通知胰脏准备分泌胰岛素，然而血液里并没有真正的葡萄糖到来。这种信号与事实不匹配的情况反复发生，可能会导致胰岛素分泌的节奏紊乱，也可能加剧胰岛素抵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发现很多注重健康的年轻人为了控制糖分选择无糖糕点，但体检时依然发现体脂率偏高、内脏脂肪过多、胰岛素敏感性下降。
因为无糖这个标签自动触发了一种心理上的补偿机制，让人放松警惕，吃下更多，却忽略了糕点里其他对身体不利的成分。营养师和医生会细致地询问你的饮食细节，你吃的无糖糕点配料表里排前3位的是什么？是精制面粉还是植物油？你一天吃多少？是不是觉得无糖就可以随意吃了？这时候，如果你的饮食记录显示你长期大量的摄入这些高脂高碳水的无糖加工糕点，这就形成了一个医生眼中需要解释的矛盾。你既然想控制血糖，保护胰脏，那么请问你为什么还在持续用大量的不健康脂肪和快速升糖碳水去影响它？这个逻辑问题一旦被敏锐的健康专家注意到，并且追问下去，而你无法提供真正健康均衡的饮食记录，那么你出现代谢健康问题的可能性就会一直存在。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特定的群体需要格外注意，那就是已经有血糖偏高倾向、脂肪肝或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朋友们。你们应该还记得，在医生给出诊断或提醒的时候，都曾强调过饮食调整是基础。这份叮嘱可不是走过场的客气话，它是一份严肃的健康建议。医生和你的身体向你发出信号，你的代谢系统已经出现提示，承受能力比普通人更弱。如果你拿到诊断书之后，转头就忘记了这份提醒，抱着侥幸心理继续沉迷于各种糕点，这会产生2个比较严重的后果。第一，影响了你自己。如上所述，你的胰脏和代谢状况可能会加快变化，很快从前期变成确诊管理难度和成本增加。第二，你还会给你的家庭带来负担。一旦出现严重的糖尿病相关健康问题，如肾脏功能下降、视力影响、心脑血管问题等，需要的长期护理和医疗支出将显著增加，给家人带来经济和情感上的压力。虽然在实际生活中，并非每个人都会发展到最严重的地步，但健康风险的提醒就像一把悬在头顶的剑，需要重视。这绝对是一个存在于个人幸福和家庭安稳里的潜在问题，一旦触发，影响的不仅是身体，更是整个家庭的生活质量。那么，面对如此诱人却又存在陷阱的美食环境，我们这些既想享受生活又想保持健康的人，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最大程度地保护好自己的胰脏，安安稳稳地享受美食呢？在这里给大家梳理几条非常具体、非常实用的建议，每一条都来自真实的医学研究和营养学共识，请大家务必记在心里，付诸行动。第一条，也是最重要、最核心的基础原则，转变观念，糕点不是必需品，而是极偶尔的调剂、点缀，这是你维护代谢健康的根本。如果你真的偶尔需要一些甜味的安慰，或者在某些特殊场合，那么选择一小份真正品质较好的糕点，并且放在一餐的最后吃，这样可以延缓糖分吸收，减轻胰脏的瞬间压力。但是，这个享受必须建立在极偶尔和极少量的基础之上，千万不要为了那点口腹之欲，养成每天下午茶必须配点心，早餐必须吃甜面包的习惯。不要简单的认为我运动量大能消耗掉，或者我年轻代谢快。现代人的久坐生活方式，普遍的运动不足，使得我们身体的能量消耗远低于摄入的精细能量。为了一口香甜，影响自己未来的健康和生活质量，这无疑是值得深思的选择。第二条，在逛超市购买任何包装糕点，或者走进甜品店之前，务必要养成一个习惯，仔细阅读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这是你最有效的自保方法。如果配料表前3位是白砂糖、小麦粉、植物油，请立刻马上把它放回货架。如果营养成分表里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含量数值较高，尤其是反式脂肪酸一向不是0克，请转身离开。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营养学例子，很多看似健康的全麦面包、粗粮饼干，为了改善粗糙口感，添加了大量的油和糖，其热量和升糖指数可能比白面包还高。但有些朋友呢，被全麦、粗粮的字眼吸引，放心的吃，
这期间他们的血糖和血脂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上升。第3条，对于那些确实喜欢吃点东西或者需要快速补充能量的朋友，在你们伸手去拿糕点之前，我给你们一个最中肯的建议，寻找并习惯健康的替代品。千万不要抱有任何侥幸心理，想着我就吃这一块，没事的。积少成多，习惯的力量是强大的。如果你的味蕾和肠胃确实需要一点满足感，那么请用以下这些真正的食物来替代，有健康替代品和没有替代品。你面对美食诱惑时的自控力，以及长期下来对身体的保护效果，可能会有明显差别。培养新的健康的饮食习惯，应该被看作是为你的长期健康和活力所做的一份重要投资。第4条，在日常就要养成一个好习惯，建立整体的健康饮食模式，而不是纠结于单一食物。这是一个非常根本的防御性措施。你的胰脏健康不是靠不吃糕点这一件事就能保证的，它依赖于你整体的饮食结构是否均衡。当你的基础饮食是牢固的保护层时，偶尔一点点外来的糖分或脂肪，身体才有足够的能力去处理和代谢。为什么这么做？想象一下，当你长期以经米白面为主食，蔬菜吃得少，蛋白质摄入不足，你的身体本来就处于营养不均衡和代谢紧张的状态。这时候你再吃下一块糕点，就相当于给一台已经负荷较大的机器又增加了一些重量，它可能出现问题的风险就增加了。但如果你平时吃的均衡、清洁，身体机能良好，代谢灵活，那么胰脏就有足够的弹性和储备去应对偶尔的小波动。最后，想和大家深入地聊一聊心态这个根本性问题。我完全理解，我们很多人在面对生活的压力和疲惫时，甜食和油脂带来的瞬间愉悦感是一种有效的安慰，已经成了很多人调节情绪的快速方式。看到诱人的糕点，不吃就觉得少了什么，心里过不去那个坎，或者听到身边的人说，没事的，某某吃了一辈子甜的，活到90多。人生苦短，及时行乐，别活得那么累。在这种从众心理和及时满足的驱使下，很多人就半推半就地继续着不健康的饮食习惯，甚至自我安慰下次再改。这种心态我非常理解，但需要指出，这是值得重新考虑的。我们必须从认知的根源上彻底扭转一个概念，健康和疾病往往不是一夜之间转换的，而是长期累积的结果。身体像一家银行，你每一次健康的饮食、运动、睡眠都是在为它存入资本，而你每一次不健康的选择都是在消耗它，并可能付出代价。那个吃了很多甜食依然长寿的某某，可能是基因特别的幸运儿，但你不是他。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健康就是最公平的积累，你怎么对他，他就怎么回报你。如果为了几分钟舌尖上的快感，就让自己未来几十年生活在血糖仪、药片、健康问题担忧的阴影之下，每次体检都像一次检查，那么我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初衷和意义何在？这难道不是典型的贪图一时爽，影响后半生，因小失大吗？人体的代谢系统，它的设计基础和运行原理是处理天然完整的食物，而不是那些经过多重工业加工、成分复杂的食品。真正能让身体长久健康、充满活力、状态良好的，永远是那些均衡的营养、充足的膳食纤维、优质的脂肪和蛋白质，以及源自天然食物的微量营养素。维护好你身体的内部环境，保持你血糖的平稳和肝脏的健康，这些才是你人生真正的最宝贵的财富，是比任何美味糕点都更值得追求的良好状态。无论你是年轻力壮，觉得健康问题很远的朋友，还是已经开始关注养生的朋友，我都希望你能把均衡饮食、减少加工食品这条重要的原则深深地记在心里，不要让你或家人一时的口腹之欲、大意和侥幸，变成未来某一天在医生诊室里感到的后悔，变成整个家庭面临健康挑战的开始。今天和大家聊的内容可能有些直接，
我希望这期内容能像一次提醒，一面镜子，彻底唤醒那些还在不健康高点边缘犹豫，或者已经深陷其中却尚未察觉风险的朋友们。同时，我也希望能给那些一直坚持健康饮食、热爱天然食物的朋友们带来信心。只要你懂得选择，了解身体的需求，靠天然美味的食物滋养自己，那么健康的体魄和充沛的精力就依然会为你所拥有。你完全可以安心地追求和实现你的人生梦想，无需被健康问题所困扰。如果你觉得今天这番话对你有触动、启发、帮助，请千万不要吝啬，给我点一个赞，把它推荐给你的亲友。你的这个简单动作，可能就是在传播一份重要的健康知识。当然，也恳请大家动动手指，点击关注我们万物智慧的频道，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未来带来的更多关于健康生活、营养科学的解析。我是张千代，我们下期内容再见。